完美。好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什么情况？这个身份你还看不出来？你不是高手吗？这男的什么来路啊？现在还不知道，隔太远没听清。好像说是大学师兄什么的。大学里是最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师兄和师妹，你懂的。啊，你每天就不干正事啊，在外面八卦。好了，我不八卦了。我还有个小情况要汇报，想不想听啊？有屁快放。我们亲爱的江总刚刚很神秘地跟我说，千万不要暴露他总裁的身份。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他就是不想让这男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麻烦赶紧回来。感觉怎么样啊？如果你想保持论坛的权威性和神秘性，那就必须提高准入门槛，严格控制人数。我现在有点事儿，等会儿跟你说。哎，周老师，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找我帮忙的频率太高了，做你老师真累。一个小忙而已，对你来说举手之劳。就一个苹果，吃苹果使人快乐。什么事儿？能不能帮我弄一个论坛听讲的名额啊？你不是已经有邀请函了吗？那你就再要一个呗。给我一个朋友，他想去学习学习。什么朋友？普通朋友啊。男朋友吧？不是你帮忙还要查户口啊？是我大学的一个师兄，他刚从深圳来上海，而且跟我们这个行业挺近的，所以他对这个论坛比较感兴趣。大学师兄？师兄师妹的很容易在大学里产生爱情。不是有完没完啊？实话说吧，他是飞扬集团新来的市场部高级经理，谭新凯。而且我们小丽市的项目正有求于他，那弄一张邀请函给他，我觉得很正常吧？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道理。谢谢老师。这个忙我是不会帮的，不用谢。我什么意思啊？小丽是奶粉项目的负责人是舒琴，如何跟客户打交道是她的事情，所以你的这件事情应该先征求舒琴的意见。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总裁，我不认为什么事都要征求副总裁的意见。那我就先教教你，什么是做总裁的分寸感。停！拜托，我就是想私下里帮朋友一个忙，还不行吗？跟我是不是总裁没关系，跟谭新凯是不是飞扬集团的人也没关系，跟舒琴就更没关系了。没关系吗？当然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和世界上的每个人之间的间隔不超过5个人。6度分离理论。你、我、舒琴、你的师兄和飞扬集团的所有人，我们之间每个人的间隔不超过2个人。你跟我说没关系，所以你就要在这种关系里生活吗？所以你做什么事都要这么谨慎吗？连朋友之间互相帮助都要左右平衡关系吗？你累不累啊？因为我是个成年人。你就说吧，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这就是你请人帮忙的态度，我怎么听着像在威胁我？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干，不就是让你要个邀请函吗？你至于这样吗？不帮忙算了，上纲上线还给我上课。请你注意和老师说话的态度。就这样。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那个，你说你可以帮我弄到 MTPR 的论坛通行证，
是不是有些困难啊？没戏了呗？我确实还没帮你弄到呢。是这样啊，我吧实在不想失去这次学习的好机会。你看我这种小人物，想开阔眼界，确实没有别的渠道。要是实在有困难的话，那就算了吧，谢谢啊。不麻烦，说什么呢？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给你搞定。那行，那咱们明天见。明天见，师兄，你早点睡觉啊，拜拜。方案写完了吗？啊，那个可口可乐的已经写完了，百事可乐的还没写完呢。能不能专心一点？还玩手机？刚才在跟谁发微信啊？没有啊，我就看看。大学师兄吧。你知道我上一节课要多少钱吗？我就是看在你是我老板的份上，我没收你的钱，能不能珍惜一点？我很珍惜了，是你的题太难啊。那两家公司本来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啊，你一会儿让我写 A 公司的方案，一会儿又让我写 B 公司的方案，我一会儿当正方，一会儿当反方，我写着写着我就写到一起去了，我乱七八糟，脑子一片浆糊，我都快分裂了。做公关和当律师是一样的，今天为张三辩护，明天为李四服务，本来就要做好精神分裂的准备。今天下课之前 ，B 方案要是写不出来，下次就别来上课了。你说什么？好的。老大，那起交通事故的视频你看了吗？不仅看了，还很受启发。我决定，一会儿的演讲内容得改。今天呢是一个好机会，来的都是圈内的人，所以呢，一会儿希望你把你的经验给大家讲一讲。张队长，我跟你先说一声啊，我昨天给你那个方案，我可能全部推翻了，所以一会儿我讲的时候你别吃惊啊。咱们今天来了一共多少人？大概有90几人。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快进去吧。谢谢啊。没关系。好的。来，你看。真够执着的。执着什么意思啊？执着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死心眼儿。对了，师哥，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的，所以可能只能坐在最后一排了，真的抱歉啊。这有什么抱歉的？这已经很好了。那你先进去，我等一下我的同事，一会儿去找你。行，那你忙你的，我进去了。往哪儿看呢？哦，我这不在等你们吗？本事挺大呀，到底还是把人给带进来了。啊，我就是觉得吧，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份对求知的渴望。你带进来1、2个人不是大事儿，但是你不许侮辱我的智商。我之前跟你请求过了，是你不答应啊！我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很固执，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我就没觉得自个儿错啊！大家是来听你演讲的，还不是来给你捧场？你喜欢谭鑫凯吧？说什么呢？我们才见了2面。不能彼此坦白的恋爱，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乱七八糟，听不懂。律师先生，关于这次论坛，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好的，这边请。杨总啊，别太当真，我老大就是这样的人。他一个不婚主义者，懂什么恋爱？不婚主义者？是啊，你的意思他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应该是吧。你说他是那种认真的不婚主义者，还是打着我是不婚主义者，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这种为了自己不负责任而找借口的不婚主义者啊？你说的我没听懂，绕口令？你说说。我先进去了哈。好的，我知道了。就算要管学生，你这管的也太多了吧？再说，恋爱也不是你的专长啊。去查一下那个谭鑫凯。你不是开玩笑吧？工作上的事儿，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查仔细点。今天凌晨，一人三餐的外卖员叶永福在祁连山路和梅村路的路口被一辆豪华跑车撞倒。令人吃惊的是，肇事者既没有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叫救护车，而是在受害者的身上留下了1万元的现金，然后驾车离开。目前，警方也正在寻找肇事者。下面有请魏哲先生登台演讲。这是今天凌晨发生的一起车祸，涉及交通肇事逃逸。从新闻报道上看，警方正在处理此事，我们不发表意见。那么，为什么它会这么迅速地成为了一个社会传播热点？因为这个事件里有3个关键词，这3个关键词如果少一个，它就只能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件；如果3个关键词都出现了，那它就变成一起公关事件。那么这3个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呢？1. 豪车；2. 外卖员；3. 1万块钱。先看豪车，保守的估计，这辆车的价格最少在150万以上。能开得起这辆车的人，一定是非富即贵。我们再来看那个外卖员叶永福，50多岁，骑了一辆破破烂烂的助动车，一定不会超过2000块钱。所以我估计他的月收入只会在5000到1万之间。一个开着豪车的富人撞了一个开着2000块钱助力车的外卖员，没有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就这么跑了。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是直接跑了，他在旁边留了1万块钱。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以上的这段话里提到了很多次数字？150万、2000、5000到1万、1万。这所有的数字其实都指向一个字：钱。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对钱是非常敏感的。为什么敏感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数目都不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看到这段视频的人，他其实看到的不是一起交通事故，也不是一个豪华的跑车和一个破烂的助动车相撞，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钱和一小摞钱的相撞。你一个开150万的车，竟然撞一个2000块钱的助动车，你撞了就撞了，你跑了就跑了，为什么要留下1万块钱呢？这算什么？撒钱吗？哦，所有的事都能拿钱摆平吗？谁给你的自信？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现象，一个让多数人都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就是贫富差距。因为贫富差距，这起交通肇事逃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案件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公众的热点，
那个开豪车的司机，如果他想解决这件事情，他也不是一个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么简单了。他要面对巨大的舆论，面对一波又一波社会各界对他的批评，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对他非常愤怒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典型的公关危机。我喜欢把公关人比作蜜蜂，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的某棵树开了花，他们就能闻到。他们还有复眼，复眼能够让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去看那朵花、那棵树，甚至那一整片森林。我们永远要比普通人看到的全面，看到的深刻。我们要把所有的情况都看清楚了，才来决定我们该如何入手。我们如何把看到那朵花上的花粉变为我们想要的花蜜？这就是公关人，这就是公关。记住，遏制住一切有可能星火燎原的势头，永远要未雨绸缪。这就是公关人的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会议开始前，你说你改了内容，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特别惊喜吧？非常棒。没有，特别不好意思，我们坐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这有什么？这是一个多好。江总，这位是？哦，我师哥。谭新凯，你好，于先生。你好，你好。您的演讲非常精彩，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过奖了。江达林是我们第二的总裁，如果你对公关感兴趣，可以向江总请教。是吧，江总？江总，秘书长等着咱们合影呢，麻烦快一点。幸会。哎，稍等一下，等一下，江总。你是第二副总裁，刚上任。魏哲，你故意的是不是？你非得在谭新凯面前揭露我的身份，说我是迪奥的总裁，你是不是故意就想让我在我朋友面前出手啊？我是在帮你。帮我？你当我傻呀？你当谭新凯是傻的吗？你那个师兄早都已经知道你是 DL 的总裁，只是故意不说破。你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他对你感兴趣，随便在网上一查你是谁，一目了然。好，就算是要跟他说清楚，那也是我自己亲自去说。所有人都知道了，你都不会说的。还有，我已经跟舒晴说过了，以后你不要再跟他去飞扬集团讲标了。如果你非想去，就大大方方以 DL 总裁的身份去，不要鬼鬼祟祟装什么小助理。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凭什么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飞扬集团？就算是谭新凯已经知道了，就算是我真的是欺骗他，但那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你的面子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是你说我要从头学起的，我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插手，但这不是工作，这是我的私生活，两者性质不一样，好吗？私生活比工作还重要，那你别开公司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是 DL 集团的总裁，你个人的一举一动会牵扯到整个公司。你现在跟你的师兄隐瞒你的真实身份，如果将来整个飞扬集团的人都知道你在以一个小助理的身份接触他们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们会怎么看你？怎么看 DL？ 你嚷什么嚷啊？用得着扣这么大帽子给我吗？不要老教训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尊重我。我就这样，你是个成年人，自己好好想想。放我去！妈，我是不敢穿。天华阿姨，让你们久等了。听我妈说，你有急事找我啊？魏哲先生呢？找我还是找魏哲？快去把魏哲叫来。天辉阿姨说了，这件事儿一定要当着魏哲的面说。啊，快去啊！啊，那你们先坐一下。麻烦你马上去到会议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小鹏的手机关机，微信不回，我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他。阿姨，你先别着急，说不定是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丢了。如果他手机没电或者丢了，他完全可以找人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呀。您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啊？大概是11点左右。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小鹏以前晚上不回来睡觉，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董总，您看，这事儿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要不您先别着急，再等等消息。不行，我必须马上找到小鹏。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把它当做一个公关事件来办，请我照付。董总，方便出去咱们单独聊两句吗？妈，什么情况啊？找人找警察呀？找我们干嘛？叫你找你就找，哪那么多废话呀？董总，说实话，您这事儿挺奇葩的。找人从来不是我们公关公司的业务。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不然我没有办法帮你。天慧阿姨找你，肯定有她的道理。你又不是不知道，明通股份每年有多少公关费用都给了咱们公司。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全说实话。今天凌晨1点左右，我儿子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出车祸了，他现在暂时回不了家。在那之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车祸？对，车祸。危机公关还有找人的业务啊？那找人的业务能赚钱吗？那要看找谁了。现在找的是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儿子，你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业务量？懂了。我现在很担心，我不知道我儿子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受没受伤，或者他有没有把别人撞伤。总之，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需要知道实际情况。你为什么不去找交警呢？交警队那边已经去过了，交通事故正在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说的是公关这部分，这是公关事件。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很特殊，虽然这是私事，可是一旦被别人利用，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必须马上解决。我马上就要到淀山湖去开几天的闭门会，这个事情迫在眉睫，这也是我来找你帮忙的主要原因。董总，您对公关有多少了解啊？我知道你是连续4年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的获得者。嗨，这都是虚名。今天上午我在 MTP2论坛有一个演讲，不知道您看了没有？我看了全程直播。那您有什么见解呢？你讲得非常精彩，所以我来找你。等一下，你跟天花姨聊什么了？她可是我妈妈的朋友，为什么要逼着我啊？我觉得董小鹏不只是失踪这么简单。什么意思啊？董天慧刚才跟我说，今天凌晨董小鹏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出了车祸，暂时回不了家。什么？那当着大家伙的面，天慧阿姨怎么不说清楚啊？我怎么知道？他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应该直接去问他呀。老大找我什么事儿？赶紧去交警队
查一下今天凌晨这场车祸里的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知道了。董小鹏，今年25岁，明通股份 CEO 董天惠的独生子。生父在他2岁的时候就跟董天惠离婚了，从此再无往来。董小鹏也随之改了母姓。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3家公司，但没到半年就辞职了。他名下还有一家贸易公司，但经营情况显示是暂停。目前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些。交警队那边有消息了吗？虽然我无权调用车辆照片，但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今天凌晨那起豪车撞伤外卖员的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的超跑，车号是沪 BT5788，车主正是董小鹏。董小鹏涉嫌肇事逃逸，性质比较恶劣，警方也通知了他的家人，如果能找到他，希望他能自首。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对董小鹏进行全面搜捕。另外，警方也愿意咱们配合去找人。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找人业务，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这就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所以，董天惠会来找我们。董小鹏平时去的地方都查了吗？董小鹏喜欢玩游戏，他经常去的几家高档网吧我都去问过了，那边的人都认识他，说他是网络游戏高手，但这2天没有去。其他关系查了吗？小鹏家的亲朋好友本来就不太多，目前为止我只联系到了3个人。第一个是他们家的保姆，小鹏昨天晚上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剩下的他也不知道。第二个是他们家的司机，不过半个月前被辞退了。第3个是小鹏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时过半年了。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单亲家庭，母子关系应该是不错的。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小鹏特别瘦小，老被高年级欺负，他妈也是气汹汹的跑去学校找领导告状。不过他们什么时候关系变成这样了，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很尴尬。这就是女大18变，儿大不由娘啊！这也是你不结婚的理由吧？我不想结婚，不代表我不想要孩子。你想要孩子呀？我想不想要孩子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警告你，现在我们在工作，请你不要跟我扯闲篇儿。各位，咱们最好在警察找到董小鹏之前找到他，不然我们会很被动。可是我们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啊。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用 GPS 定位。我可以用 GPS 定位反向追踪董小鹏常用的游戏账号，只要他上线，我这边就会有通知，然后根据 IP 地址就能查出他的下落。董小鹏在这儿。松江区金水路网鱼网咖，你们俩在这盯着，随时监控董小鹏的行踪。他一旦换了地方，马上通知我们。明白。咱们走。哎，江大林，你不是在国外吗？叶永福是不是你撞的？你说什么呢？谁是叶永福啊？出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能躲在这儿玩游戏，你心可真大呀！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沪 B T5788，干什么？这辆车把人都撞飞了，你还有心思在这玩游戏啊？你胡说什么？他什么时候飞了？他就是从那个助力车上睡。你诈我！叶永福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而且警方也一直在找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说清楚。你谁呀？他叫魏哲，国内最著名的公关专家。你妈妈现在很着急，让我们来找你。多大点事儿？还公关专家？再说我又不是故意撞你，不就赔点钱吗？行了，既然我妈都找着你们，你们就跟她去谈，该赔多少赔多少，我就不管喽。董小鹏，我没有开玩笑，你去自首吧。该赔多少赔多少钱，我自什么手啊？你俩也是，该干嘛干嘛去，别打扰我玩游戏啊。你干嘛？报警。董小鹏，你因为涉嫌肇事逃逸致人重伤，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留。哎，别！哎，你俩快给我妈打电话，让她救我呀！快给她打电话！所以小明真的太过分了，他撞了人之后没打110，也没打120，不仅不把伤者送到医院，反倒是撒了一把钱扬长而去。他这么做是的，小鹏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董总，这不是错误，这是交通肇事逃逸，是违法。魏先生，严重了。警察已经定性了吗？已经结案了吗？我了解我儿子，他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如果小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我只需要去找律师谈就行了。可他不是。我们家是有社会影响的，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不只是我的名誉受损的问题，明通股份也会受到牵连。你们知道，股市的变化瞬息万千，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出去，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影响，适当的增加一些正面的宣传。魏先生，请你一定要理解我，小鹏真的不是那种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约了你好几次，你都说你没空，晚上没有时间啊，请你吃个饭。哦，那个回微信。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我得加班。好，我知道了。你师兄的电话吧？晚上有约会啊？我妈，天慧阿姨给我妈打电话了，说这个案子办成了，给我们的公关费翻倍。当事人叶永福，山西五寨人。3年前，因为儿子叶东烈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学，随即也来到了上海打工。半年前，成为了著名外卖平台“一人3餐”的外卖员。事发当晚，叶永福接到了一单外卖，是送到青山新村，就在祁连路和梅村路路口的位置上。他无视红灯，违章试图穿过路口，刚好董小鹏右拐，因为没有来得及减速，正好撞上了叶永福的助动车。事情发生之后，董小鹏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叶永福的伤情，随后2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董小鹏留下钱之后就离开了现场。等等，你是说董小鹏和叶永福达成了口头协议？是的。也就是说，叶永福答应了4两。是的。
请看董小鹏的证词。那天凌晨我有点急事儿，所以就开得快了点儿，但肯定没超速。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不知被什么晃了一下，等我缓过神来，就已经跟那人撞上了。我一发现撞人了，我就赶紧下车看，我看他还能动，我就问他你怎么样，行不行？你要是不行，我赶紧开车送你去医院。他说没事儿，让我给他点钱，私了，他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看就行。所以我就把现金都给他了。哎，我是看他没事儿我才走的。救护车将叶永福送到医院后，他已经陷入了昏迷。这么看来，董小鹏不是肇事逃逸啊？当然不是，董小鹏就是违章驾驶以致伤人，绝对算不上肇事逃逸。董小鹏是无辜的，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了。叶永福这样的人啊，我见得多了，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但这种案子到最后，其实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赔偿多少或者判刑轻重的事儿，而是要看舆论的倾向。对，所以现在你们这些公关专家，比我这个律师更有用。这个是几位证人的联系方式。董小鹏现在人在哪儿？他马上就到。现在的情况呢，对你、对天慧阿姨都非常不利，所以魏哲建议，你虽然已经被放出来了，但必须保持低调，最好不要出门。为什么躲呀？我是无辜的，我跟他已经私了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交通事故，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是舆论对天慧阿姨、对明通股份的影响。你最好听我们的。放心，小鹏啊，一定会配合的。董小鹏，如果严律师说的属实，第一，叶永福违章在先；第二，就像你说的，你和叶永福是在私下达成了口头协议以后留下钱才走的，是这样吗？是啊。啊，我就说嘛，这里头啊一定是有误会的。小鹏啊，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啊。那好，我还有几个问题。第一，那天凌晨，你为什么把车开得那么快？是有什么急事吗？我那是跑车，我一不留神就开快了。一不留神？啊，那天呀，我们俩吵架了，我让他陪我呀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不愿意去，然后我就骂了他，所以呢，他一生气就跑出去了。OK。第二个问题，那天在网吧，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你和叶永福已经私了了？我那会儿都被你们问懵了，后来警察都来了，我上哪有时间说这个去？为什么把车牌摘了藏起来？我害怕呗，毕竟是撞人了。我其实那会儿就是头脑一热，心里有点虚。哎，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前干了挺多不靠谱的事儿，可是这次我是真的跟叶永福私了了，他同意了我才走的，你们得相信我呀。江达林，咱们俩小学就是同学，我是那撒谎的人吗？现在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你如何让大众相信你董小鹏没有撒谎。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玩游戏了。你的游戏 ID 已经被曝光，只要一上线，网友就会关注。最近绝对不可以在网上留下任何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对我们诚实。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当时的情况嘛，律师也问过了，记者也采访过了，现在你们又来问我。是这样，您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您看到司机从车上下来后对受害者实施救助了吗？救助了，他当时就蹲在那个外卖员的旁边，不然我不好走的。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当时司机拿着一摞钞票数给那个外卖员。那我想大概是2个人谈好价格了就没事了，谁晓得后来这个外卖员又昏倒过去了。谢谢你，刘东先生。不客气。我们到的时候，那个人是醒着的，眼睛是睁着，但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哎，小刘，你过来一下。哎，我们上次接的那个被跑车撞的那个外卖员，他是不是醒着呢？好像是醒的。哦，对，是醒着的。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这些问题都已经采访过了呀。你们去网上看新闻好了。董小鹏取保候审的稿子，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再发？我知道，但我建议你们的立场可以再客观一点、公正一点。案情还不明朗嘛。好的，你们不要再催了，我们正在收集相关的材料，稍后一定会对外公布正式声明的。我不需要水军，我要的是水淹七军。你赶紧给我想办法把这热度给我降下去。你也知道，现在有些网友很喜欢自说自话、提前审判，这样不公平啊。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师兄你怎么来了？每次约你，你都说你忙要加班，所以我这次就不请自来，得问一下。啊，这是我师兄谭新凯，路易斯安东。师兄好。师兄好。你们好。哦，对了，给你们带的宵夜，慢用。谢谢啊。谢谢。你们先忙。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最近特别忙，所以每次约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时间。没事儿，我理解。你跟我不一样，我呢是个公司的小职员，每天朝9晚5，时间有的是。可你是公司的总裁，事儿那么多，肯定身不由己啊。挖苦我是吧？关于总裁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解释一下。那天我们在飞扬集团的时候，不用解释了，你这么做呢，肯定是有你自己的道理。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孩。你看，从前在辩论赛上输给我的小学妹，如今是这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板，真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给你打工啊？你还说你故意的是吧？没有啊。饿了吧？吃点东西。谢谢。 That man who can speak 2 languages, we call him bilingual, right? Yes. Yes. And that man who can speak 3 languages, we call him Trilingual. correct. That's so good. Yomo, funny. She's hilarious. You have to marry her, and that is an order. 有个师兄师姐真好，晚上还有宵夜吃。我也要找个好师姐。不是个师兄就给送宵夜的。什么意思啊？你看不出来吗？我老大。大林，我这儿来看看你。你这么忙，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啊。行，那我送送你。贝哲老师好。你好。走吧。 特别感谢今天还买了这么多东西过来。谢什么呀？这不应该的吗？再见。拜拜。张总。啊？你那个师兄来这儿干什么呀？他说他来看看我，给大家送点夜宵什么的。对了，那个蛋糕看起来还蛮好吃的，你吃一块啊？哎，坐这儿，咱们聊两句。我还有事儿呢。坐这儿。什么事儿？你对你那个师兄，到底了解多少？
怎么了？谭新凯，今年28岁，父亲是名矿工，母亲无业，有时候会到菜市场打打零工。他考上大学以后，一共谈过2次恋爱。你在调查他？是的，我在调查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的私生活。彭坤案发生以后，为什么会有人来公司泼油漆呢？为什么会在发布会上有这么多的记者当众在质疑你？难道这不应该是你父亲的事情吗？为什么也会侵害到你的私生活呢？你在发布会上说你爸爸是无辜的，那请问陷害你父亲的杜少坤，是不是你父亲的朋友？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交友不慎，影响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公司呢？请你记住，你是个总裁，你的私生活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我调查他，是为了保护你。谢谢你，魏征老师。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现在都做了什么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再调查他了。